央视展示解放军如何打炮战，逐一给俄军上课，双方的差距相当大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被认为是一场以炮战为主的战争。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未来战争就是炮战，但是对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而言，火炮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战场局势的发展。俄罗斯军队在火炮的规模上拥有优势，而乌克兰军队在火炮的信息化和精确打击能力方面有优势，双方达成了一种平衡。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俄乌两军炮兵的表现，那么无论是火炮的数量、种类、射程、快速反应速度、打击精度，与解放军相比，差距又是非常大的。中国陆军一直以来就被网友称为拥有火力不足恐惧症，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有比较严重的大炮兵思想，这就造就了中国在深管火炮和远程火箭炮领域的巨大优势。今天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炮兵数字化和信息化的优势。近日，央视播出了一段解放军74集团军某旅炮兵营进行训练考核的采访视频。该炮兵营下属有3辆07B 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，在训练期间展示了在行进中接到打击请求，立即停车调整炮口进行打击的能力。此前，央视新闻播报了某部所列装的以猛士3车辆为底盘的机动火炮的战斗画面。该部拥有122毫米榴弹炮、火箭炮、防空导弹、反炮兵雷达、无人机和高效数据链，在发现目标后3秒即可下发射击诸元，整个火力打击体现出小型、快速、高效的特点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：解放军为何能做到自行火炮行进间停车后的快速打击，甚至在1到3分钟内就能开火打击呢？这个能力说起来简单，实际上只有中美两军才有这样的作战体系。要想在战场上快速打击目标，第一个环节就是要拥有战场数字地图，需要各种测绘飞机、卫星和无人机对战场上的所有地形地貌进行测绘，从而构建出一个精密的数字模型。仅这项能力就不是一般国家所能完成的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体系有这样的能力，中国也有，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。第二个环节是对火炮打击目标的精确定位，也就是获取目标的精确坐标。这就需要太空的侦察卫星、炮兵观察员、火炮侦测雷达、无人机等侦察单位向己方的火炮控制系统提供目标信息。第三个环节是指挥控制体系的快速反应，包括高效的数据链传输、电脑指挥系统快速测算打击行动的诸元。指挥员要根据目标性质和任务的需要，确定打击的炮弹弹种、引信和发射的方式以及数量，再将射击命令下达给炮兵阵地。整个打击过程在1到3分钟之内就能完成。要注意，如果没有可靠的数据链，那么无人机即使是侦察到了敌方的动向，也没办法实时的向后方传出数据，因此呢，就会大大的影响，就有可能无法构成快速打击的条件。我们看到07B 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在行进间射击时，除了发射阵地没有固定外，其他的流程与上面所说的几个环节都是一样的。中国军队的信息化水平可以说是日新月异，主要体现在对数字地图的快速更新能力、侦察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指挥控制系统的灵活应用，从而使火炮的反应时间大幅度缩短。当然，要想实现火炮的精确打击，还需要配备各种精确制导的炮弹。就算是打击完成了，也需要对打击的效果进行评估，并且随时执行补充打击任务。观察一个国家炮兵的信息化水平，从演习活动中就能看出来。比如，美军在菲律宾打一艘几乎不动的靶船时，6发海马斯火箭炮弹全部打偏，而解放军在台海能用远火覆盖运动中的船只，这就是解放军火炮反应速度快、制导精度高的一个标志。其实，
中国早在珠海航展上展出的炮兵侦察引导套件，其自动化系统就能够让携带了侦察终端的士兵，在发现目标后，只需要将测绘仪的镜头指向目标，其数据就会直接通过卫星传输给后方，整套打击流程仅需1分钟。这种反应速度足以让海马斯火箭炮没有机会快速转移。总体而言，从07B 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演习的一个个细节中，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解放军炮兵打击体系的先进程度，这是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望尘莫及的。当然，我军的炮兵水平也要比美军更强大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